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哥。我今天要跟大家开箱，应该也不是开箱，就跟分享我的第一件 Chanel 的 Treaty 外套。那当然，除了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外套之外呢，其实我也想要让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开始会关注这件外套，以及就是这件外套为什么可以风靡这么久，它背后有什么小故事吗？或是一些特殊的设计吗？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我何时开始关注这件外套呢？其实真的很久，是2012年的时候。我记得秋天的时候，已经过世的老佛爷他找了109位名人，里面包含了著名的歌星、影星、设计师、演员都在里面。然后他就请他们穿着 Chanel 最经典的 Little Black Jacket 的就是小黑外套，拍了非常多的摄影的照片。然后他就全球的做了一个巡回的摄影展。然后当时啊，会吸引我去看这个展，其实我是看到周迅的那张照片。对，就在旁边。当时其实他是有来台湾做巡演的，那他的台湾的展场呢是在台北的松山园区。我记得他当时的海报，周迅上面的那个照片啊，真的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是认不出是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过去就是那种很灵动、很精灵的感觉。可是在这张照片里面，他拍得非常的魅惑，而且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然后也因此我就是决定去看了这个摄影展，然后我也觉得是还好有去看。他当时的在松烟的空间呢是非常的宽广的，然后我觉得场布也做得很好。它的场布其实很简单，简单的说是没什么场布，就是你走进去场区呢，就会看到非常多的海报，而且都是黑白的海报在上面的，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 feel 有氛围。然后其实在这么多海报里面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那段时间刚好就是有一个 Chanel 的电影叫做《香奈儿的秘密》，也是正在上演之中。然后他们就聘请了当时扮演 Coco Chanel 的那个女主角 Anna 来重新还原了 Coco Chanel 的一个样子。那我觉得那张海报也真的是非常的经典。那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呢，是韩国非常知名的女明星宋慧乔的打扮。其实宋慧乔，我觉得大家的印象应该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然后非常优雅的女孩。然后在这张照片里面呢，我觉得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她其实是穿了一个热裤，然后画了就是比较重的妆容，然后包含了就是蓬头啦，然后以及就是溜冰靴。然后其实这场展也让我感觉到，就是过去我觉得 Treaty 就是非常的优雅，或者是穿起来可能会有点老气，可是实际上那个摄影展呈现出来的 Treaty 的外套呢的样子是有非常千变万化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hanel Treaty 外套的由来？我个人觉得这件外套啊，根本就是 Coco Chanel 女士的恋爱浪漫史。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这件外套的 inspiration 跟她的爱情是相当有关系的。她在1920年代的时候认识了就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知名人士，叫西敏公爵。那西敏公爵他们当时呢非常热衷旅游跟打猎，就当时的上流社会的人呢都非常喜欢打猎，他们最喜欢打猎的地方就是苏格兰。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就要打猎嘛，穿的衣服就要非常的舒适，然后便于活动。那所以其实当时的猎装啊，通常都是苏格兰的这种 Treaty 的材质，我们叫斜纹软呢。这样的材质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耐磨、保暖而且防风的一个材质。所以其实因为过去这个材质都是用在男装身上的。那在这个他们旅游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天气比较冷，Coco 女士呢就跟她男朋友借了这件外套，一穿之上就成了主顾。从此以后 Treaty 的这个材质呢就被Coco Chanel 女士呢放在女装的设计里面。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趣，是说1920年代就出来的一个外套，是不是1920年代就开始非常风靡？可其实没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1920年代是历史最知名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当时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差的，再加上接下来马上就碰到1次跟2次大战，老实说都在战争了，谁会 care 你穿的好不好看？所以其实这个 Treaty 外套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红的？其实在2次大战结束之后，大概1954年的时候，巴黎开始流行这样子的外套。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其实 Treaty 这个外套的设计啊，跟当时巴黎时尚界女孩子的流行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时尚界啊，最喜欢的是这种可以强调女生身形的这种马甲蓬裙的设计，就是可以让你穿起来看起来丰胸、纤腰，然后还有大蓬裙的这种很华丽的设计。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女孩的小伙伴们有穿过的话，大家都知道马甲就是可以让你身材看起来非常的好，非常暴露嘛。但缺点就是你要穿一整天，我个人觉得真是很煎熬，因为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身体放松的一个产品就对了。那当然 Coco 女士她当时的想法就是，她其实我觉得她有点女权
女权至上的感觉，所以他也希望女孩子可以穿一些比较舒适、便于活动的衣服，所以他就用 Tweedy 这样的材质设计了后来我们大家非常知名的 Chanel 的斜纹软呢的这种套装。其实大家看照片里面，我觉得当时真的是风靡巴黎耶，就是非常多知名的女明星啦，或者是那种官家夫人都有去他那里做定制。其实那个设计到现在来看，我觉得也还算是蛮好看的。那当然，其实在Coco Chanel 女士去世之后呢，几年之后，大概一直到1983年，其实老佛爷正式开始掌管 Chanel。我觉得他给 Chanel 带来更多的活力。那其实我觉得老佛爷他非常的贯彻 Coco 女士的一些元素跟想法。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这种传统的 Tweedy 啊，不要只限于那种上流社会的女生可以穿，或者是比较有年纪的女生可以穿。所以他开始把一些特殊的材质，比方说牛仔、皮革，然后或者是 PVC 这样的材质放到它的设计里面。我记得有一场秀让我印象真的超级深刻，是2017年的 Spring 春夏的秀展。这是我大概他的秀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场秀。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场秀呢？大家可以看我收集的照片。其实这场秀最大的特色是，他把 Tweedy 变得年轻了，而且更特别的是，他把他 Tweedy 的这样的布料放到棒球帽身上，再加上 Tweedy 这种变得年轻的这种套装。其实我觉得连年轻的女孩们也会很乐意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因为这场秀我真的太喜欢，如果大家对这场秀有兴趣的话，在下面留言给我，我可以再多做一个视频。那其实 Tweedy 啊可以风靡这么久啊，真的有它的理由。那下面呢就跟大家分享6点，为什么它的这个设计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很多人的喜好跟追捧。第一个啊，其实来自于它的材质，这个材质啊其实是原产地是苏格兰，然后当然后来 Chanel 的工坊啊帮它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改良。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就是比较耐磨、舒适度比较高的呢，大家可以选择羊毛成分比较高一点的，那其实它的保暖度啦或舒适度就会相对提高非常的多。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其实每一件 Tweedy 要花的工时是非常久的，每一件的工时呢其实要130个小时，由人工裁制而成。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每一件的 Tweedy 的每一个裁片啊，它都可以缩小或放大一个尺寸，也就是说未来即便你变胖或变瘦，只要不要太夸张，裁缝都是可以把它的裁片拆下来，重新的去缝制到原本的样子的。那第三个呢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它最有趣的设计，也是后来我买了这件外套才发现的一个设计，是它的 Tweedy 在很多内里呢都会缝制所有的金属链条。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把金属链条放在外面，对不对？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破坏它原本的设计，但是他又希望可以透过金属链条让这个外套非常的有垂坠感。那当然，有缝金属链条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会增加重量嘛，所以其实大家的外套啊就不太容易会变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买Chanel外套的人啊，应该觉得他们家最美的，除了 Tweedy 的这个漂亮的编织的色系颜色之外呢，就是它的纽扣。我觉得它的纽扣做的真的很像艺术品，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他们过去的纽扣啊，除了很经典的这个双 C logo 的纽扣之外，它也有很多有趣的设计。比方说，我记得好像是2018年的一个埃及系列吧，它当时年的外套啊，就是所谓的圣甲虫的一个纽扣。那当然它也有出现过，比方说山茶花的纽扣啦，或者是叶子的纽扣啊，甚至连地图的纽扣都出来了。所以它的纽扣真的就是非常美，非常值得收藏。甚至也有一些人专门收集它的纽扣呢，改造成各式各样的首饰，再贩卖出来的，也是蛮常见的。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呢，是早期其实Chanel 他在为他的客人缝制外套的时候呢，他都会要求他的客人用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插手背的这个手势。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他用这个手势让帮客户量身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看我们插手的时候，你这个袖子是会变短，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子，你在活动的时候，你这样子它就可以量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你活动的时候的一个 size， 而且它会确保说，即便你在活动的时候呢，你穿着起来也是很舒适的，所以它的裁缝的方式呢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那最后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他们家最经典的外套呢，大家可以看照片里面，就是这种4个口袋的外套。其实一般大家看西装外套都是2个口袋的嘛，4个口袋并不常见。那为什么它会是
4个口袋反而是它的经典款呢？最主要其实是 Coco 女士她在设计这个外套的时候啊，她是用自己要穿的这个心态来设计的。那她是一个身上随时随地都会带一些小物品的人，比方说他有在抽烟，所以他是会带香烟跟烟盒的，然后以及他会带口红。那因为有时候他要帮客户缝改衣服或修改衣服，所以他会随身携带小剪刀，每一个口袋它刚好都可以放一个小物，所以他就设计了4个口袋，让他的客户呢可以随时的就是掏出他口袋里面的东西，活用它。好，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件 Chanel Tweedy 外套，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大家看得到吗？这是一个有一点夜空蓝的颜色的这个7分袖外套。这件外套大家觉得很眼熟吗？好，我跟你讲，大家为什么会买这件外套呢？其实我就是一个脑波非常弱的人，我被我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部落客，他现在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他就是俄罗斯的名媛 Duma，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我真的被他这张照片烧的就是体无完肤。他当年的这张照片其实先捧红的并不是外套，他先捧红的第一样东西其实是背包，就是俗称Chanel天花板界的 Duma 的这个 Vintage 背包。我后来因为被他烧的体无完肤，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个 Vintage mini 款的。那这款真的很红，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在Vintage 界一包难求。那当然，我对这个包包有兴趣，我之前也录过一个视频，是比较新款跟旧款的部分，然后以及分享我手上的那个 Vintage 包，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重点是什么？因为它太红了嘛，所以其实 Virginia 就是非常擅长复刻很多过去很红的款式，所以它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款式。所以这个包包呢，其实在前2年也被复刻，那当然也就是在柜上卖的非常好。那第二个它捧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 Vintage 的胸针，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用 Vintage 胸针的人，我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看一下它有用跟没有用的那个差异有多大。那第3个呢，受到关注的就是他身上的这件外套，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身上这件长得非常像？对，他们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它的那件呢是长版的外套，然后我这件是短版的。长版的外套呢，基本上跟短版最大的一个差异是在它的扣子跟长度，就是它的扣子是这种，我这边是双扣嘛，然后它这边呢基本上是双扣，总共有3排，所以它是6个扣子的这种。然后它跟我一样身材非常娇小，它不到150多公分，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穿搭的那个高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套上面它就是把它当洋装穿，然后搭了一个就是长靴嘛，过膝的长靴以及军帽，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就是非常的军装风，但又非常的时尚，因为它用了很多 Vintage 的胸针装饰它的外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其实我后来会开始收集 Vintage 胸针，也是因为它的原因。那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穿搭的超级高手呢？我给大家对照另外一张照片。这个呢，就是可能这几年大家也蛮认识的，就是好莱坞的女明星，她就演了绯红女巫的那个角色，就是伊丽莎白·欧森。她跟Duma 穿的外套一模一样，大家认得出来吗？是不是觉得落差很大？她基本上她的穿搭也没什么问题，她就是单纯的穿了一个外套，然后穿了一个 legging 的牛仔裤，但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平平无奇。对，大家看到穿搭的差异跟那个我胸针运用的差异了吧？但反正 anyway， 我就是因为被烧到了，所以我就买了我身上的这一件。那其实我身上这件外套就是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版型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选短版或7分袖，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我在买 Tweedy 外套，所以我很挣扎，我要不要买经典款？经典款就是我刚刚秀给大家看的嘛，就是它是这种长袖的，然后黑色或者是白色为主，有4个口袋。但老实说，我觉得那个外套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正式，而且就是如果你穿的不好其实我觉得容易比较显老气。后来呢，我就看到这一件，我就买了这一件，因为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下它穿起来的样子，它是一个短版的。那以娇小的女生来说，短版的设计比较友好。另外一个它是7分袖，所以它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年轻。那我也拍了一些穿搭照。其实我觉得Tweedy如果大家想要看起来很年轻，然后非常有朝气，最简单的穿法就是穿牛仔裤。那我尝试了不同的牛仔裤，比方说紧身 legging 的牛仔裤搭配高筒靴，然后或者是宽管的牛仔裤。然后以及就是其他的这种牛仔裤色系的，其实都还蛮适合的。那因为我这件 Tweedy 的外套颜色是以深蓝色为主，所以我觉得在里面穿条纹的衣服也非常的好看。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西装版型嘛，所以它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穿正式的打扮，包含如果大家想要去上班的话，可以穿一个就是低跟鞋加黑色的这种西装裤，然后其他穿宽裤的西装裤也是相当的好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用这样子的外套搭配不同的打扮，其实它还蛮实用的。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些细节，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真的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好，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好的几个设计。第一个是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 logo 吗？它的 logo 其实是绣上去的，而且我觉得它绣得非常的美。它是这种银色的绣线，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金色跟银色相比，银色会看起来更显年轻，而且其实搭配上会更容易。然后它的这个 3D 的布料啊，其实是很细致的哦，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颜色。它最主要是黑色、蓝色跟白色，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远远看它其实是有一点光泽感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这个 3D 布料里面呢，它应该是有缝一些。银线在里面的，所以它就会远远看会有一个光泽感，它很适合晚上穿。然后刚刚不是跟大家讲他们家的扣子啊，非常的很像艺术品嘛，我们就近看一下。我觉得它扣子很美耶，那因为是银线的logo 设计嘛，所以它搭配的是一个银色的扣子。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扣子长得很像草间弥生的南瓜？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说，哇，这好像草间弥生的南瓜，但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另外一个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它有一些设计比较特别的，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看到我刚刚有讲到嘛，它的设计之一，它会在下面缝金属链条。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金属链条会很厚重，其实不会，它金属链条是不是很重的那种金属链条，但是又可以协助衣服很有垂坠感。然后另外是它的外套啊，里面用的材质是真丝的，我不知道大家这样看不看得清楚，它的这个真丝是深蓝色，但是它有一些花纹跟 logo。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有包含双 C 的 logo 啊，然后还有就是山茶花的图案在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那我自己呢，非常的喜欢这件外套。那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收集他们家的外套？如果有你特别喜欢的款式，也欢迎跟我分享。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记得要点赞跟订阅哦。